人口红利所带来的低廉劳动成本是越南最大的优势之一。越南大约33万平方公里，大致相当于广东与江西的面积之和，人口9700万左右，平均年龄是32.9岁，与中国最年轻的城市深圳相当。在总人口中，15到65岁之间的人数占68.9%，这些人相当于社会中的劳动力人口。由于长期战乱的原因，越南在1980年代初只有5000多万人，其中男性偏少。到了80、90年代，越南迎来婴儿潮，人口大规模增长。从1981年至1995年，越南诞生了超过2500万人口，相当于现在的1/4人口。这些80后、90后成为了越南劳动力市场的主力军。越南现在总共是9000多万人口嘛，其中有将近1半左右的人口都是这个劳动力啊，就是适龄劳动年龄啊。那么这个劳动力中又有60%，它是在这个全面吸纳到这个劳动力进行行业的产业中去。与此同时，越南的劳工成本较低，对从事劳动密集型加工生产业务的海外投资者来说非常有吸引力。越南自2017年1月1号起上调法定最低工资水平，2020年调整至每月190美元，相当于人民币1200元左右。比如说，给耐克制作鞋子的薪水为每天5美元，按8小时工作制计算的话，时薪为0.625美元，约3.98元人民币。如果放到中国福建莆田的耐克代工厂里，这里的工人时薪则大约要19元人民币。不过，低廉的劳动成本背后体现了越南劳动力的深层次问题。越南工人大多技能水平较低，有统计数据显示，近80%的劳动人口不具备正规资历。越南总劳动人口当中，约9%为大学毕业生，其余只有11%的劳动力曾接受中等、高等教育或职业培训。此外，曾接受3个月或以上培训的在职工人占比仅为21%。事实上，越南不仅缺乏熟练的劳动力，也缺乏技术人员和专业人员。虽然政府决心加大教育工作力度，加强职业培训，但始终无法及时填补这些缺口。在越南就是有这个工厂的企业啊，也请我去讲课。我们像这种高质量的管理型人才，它是比较缺乏的，因为它必须精通越南语，必须精通英语，多语言，然后能够在企业中实现整个企业科学化运作，然后呢规律化运作以及制度化运作的这样的一些人才，他就非常的缺乏啊。这个问题是非常尖锐的，他也在做一些改变啊，而且对这个比如说他劳动力技能培训这一块，他跟很多国家进行合作，包括跟澳大利亚呀、跟日本呢、跟韩国呢，他就是希望能实现一个国际化的这样一个状况。然后首先让这些国际化的高精尖端的人才培养出来了以后，先供给自己的市场来使用。需要警惕的还有新冠疫情对越南制造的影响。去年7月起，新一波新冠疫情导致确诊和死亡人数一路攀升，越南实施了连续3个月的严格封锁。工厂大面积停工，在疫情压力之下，在越南的外资企业纷纷把订单转移回中国。去年10月，越南的美国商会、欧盟商会代表甚至向越南总理范明正发出警告。越南南部人口聚集的工业区爆发了返乡潮，大量工人罢工，工厂和企业停工，数百万越南工人迫于无生计或疫情风险逃离工厂聚集地区。劳动力短缺进一步加剧了越南工厂乃至全球供应链危机。以全球最大的运动鞋制造商宝成集团为例，2021年10月6号，公司宣布将在越南复工，但4万多名工人没有复工，返工率没有超过30%。劳动力短缺使得宝成集团11月中旬前100%恢复正常的目标落空，这也大大拖慢了2021年越南经济的增长速度。越南见状，马上宣布放弃对疫情的抵抗，开始复工复产。2021年12月29号，越南统计总局宣布，2021年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2.58%，低于2020年增长2.91%的成绩。有观察就注意到呢，近年来看到中国的发展如此迅速，很多国家都在纷纷的效仿中国。这当中复制的最突出的就是越南了。那老师们对此有什么样的观察？那为什么中国模式能够被越南所用呢？因为中国跟越南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说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它的国情、它的政治体制会比较相近。第二，
中国和越南都是汉文化覆盖，或者说部分覆盖的地区，它的民情、习俗、价值观会比较像。那么第三呢，中国跟越南的改革开放都是在一个经济面临崩溃、深受巨大发展压力的情况下来实施改革开放，所以这个急迫性两个国家比较像。中越关系30多年来很友好，这样不但使越南有一个稳定的国内外环境，同时中国跟越南交流的时候也毫不保留的把一些改革开放的做法介绍给越南。但是毕竟越南这个国家的规模和中国并不一样，所以他在学习中国的时候呢，也并不排除学习其他西方或者说周边国家，比如说包括新加坡啊、韩国，他模式他都在学习。所以应该说越南在某些方面和中国相似，比如它整个的社会政治体制啊等等，但是它很多具体的做法和中国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在新冠疫情影响之下呢，2021年12月29号，越南统计总局宣布，2021年越南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了2.58%，这也创下了过去10年来的最低纪录。那这样的一个数据反映了越南经济发展什么样的一个短板？那您对越南经济发展未来的趋势有什么样的预判呢？越南革新开放以来，尤其是最近这20年，它的经济变做得相当的漂亮，这一点没有无可置疑的。那么至于越南现在经济有没有存在隐患呢？那当然有了，它存在最大的隐患，我相信，第一就是越南的经济基本上是靠外资企业，甚至靠外国的工程技术人员。一旦国际经济环境发生风吹草动，就会很大的影响到越南经济。所以这个是越南一个致命伤。基础设施建设，这是能源，这些电力，这些问题都是越南现在呢那么绕不开的一些严重的一些障碍。这些障碍如果不克服，越南今后的经济发展能不能持续这么快的速度，还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我想这不是一个常态，应该说这是在特殊的背景下取得的一个经济增长的这个水平。我觉得这个呢并不是显示出越南经济本身具有什么样的问题它应该来说它没有对它的经济体制或者经济发展的思路产生一种根本性的这种改变或者受到影响。我想在2022年越南的经济应该会恢复到一个比较好的水平。